网友其实对今天的直播很担心的是说会不会走光这件事情。有内裤啦，已经穿3层丝袜，没在怕的好不好？大家好，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双面潮流导演信安。我一开始去认识 Nivea 开始就知道我这部片并不是要谈一个 Drag Queen 的诞生，对，然后我也不是想要谈一个变装皇后的处境，它势必是谈到我们两个之间的差异吗？价值观吗？冲突吗？还是故事吗？都有很多种可能性。因为男生就是跟女生的脸的轮廓差很多，所以要借由一些手法，把自己的男性的脸就是柔和。整罐的那个爽身粉倒上去的感觉。爽身粉，你真的是异男哎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但现在在做的是隔离霜的部分吗？有没有懂化妆的来讲评一下？当变装皇后，你觉得是一个好玩的工作吗？当然好玩啊，超好玩的，来做过你就知道。其实当变装皇后蛮不舒服的，就是各种身体上的虐待。所以你真的要热爱，然后热爱就是它可以带给你的表现自己的东西，你才做得下去。网友其实对今天的直播很担心的是说会不会走光这件事情。有内裤啦，已经穿3层丝袜，没在怕的好不好？你还没解释 Talking 啊？想要了解的话，要现在讲吗？可以上网查。好，我们上网查。基本的概念就是你把睾丸挤回你的身体里面，把阴茎往后拉。这是真的哦，很多人问我说他们真的这样，我说真的，挤得进去就可以再出来。对啊，听起来很可怕，但真的还好，没有那么可怕的。变装皇后的英文是什么呢 Drag Queen。那变装妈妈是什么呢？所以 drag mother 它是来自于那种 ballroom scene 的概念，就是因为以前在纽约、美国，很多同志小孩都会被自己的父母就是踢出家里。ballroom 这个东西是来自于 voguing， 他们就会收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，然后建立一个没有血缘的家庭关系。这个概念也带到 drag family 里面，就是可能有一个变装皇后妈妈，她可能做了有点经验，然后可能今天在夜店认识一个很想变装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入门的人，然后她今天就可以请这个人变成他的 drag mother， 帮他变装，然后他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家庭，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概念。对之前在捷运上，然后就是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姐姐，她就是坐在我前面，就直接拿手机这样拍，然后想说你也太明显了吧，而且她拍不止一张，就是这样拍。我想说，我想说你起码也这样吧，因为他很喜欢去传统市场里面摆景这样，然后我在拍的时候，左边就有人说。光天化日之下，有病就要去看病啊！一直讲哦，这么嗨，有病还不去看病，在那边败坏社会风俗，然后一直讲，然后我就镜头摄影机一朝向他，他说：“你拍什么？你拍什么？我有同意你拍吗？”因为它是一个，我觉得算蛮新的概念。就是他们通常老一辈看到我们就会觉得是跨性别或是人妖之类的。我们的确跟跨性别或是反串的人是走很近的。很简单的差别就是跨性别它是24小时都是那个心理状态，就是他要变女生，但变装皇后它是可以变成那样，然后再脱下来。他不一定想要真的变性，就是他只是觉得就是是一件好玩的事情，他喜欢做的事情。你会在你平常生活就一直遇到负面什么？往上看。我心情也有被影响到，就是很在意，就是他这样大骂我，那我想好，那我就好好的感受，就是不要压抑这个负面情绪，然后就是，然后再好好消化它之后，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。假如说有人想要加入变装皇后，你都会跟他们提示什么？就是如果你有想要表达自己的梦想或是那个渴望的话，我觉得你就去做，就是你就不要等别人说你可不可以，就直接去做了。你刚开始做一定没有办法长得像你看到的那样，就是我也是有丑过，就是慢慢变越来越漂亮，就是因为你会越来越熟练，所以这东西都是要花时间去练，所以你就是要有决心，然后投资自己，然后愿意花时间去就是达成这个样貌。我跟你们说，绝对不要小看高跟鞋。对。这个是我们2022年今年的最时尚的黄色的造型。对，我们的金黄笨黄。导演是不是目前看不到你现在的样子啊？对。哇哦，全身呢？哇，我一般的女性。我们看到这种姿态，我就是一个
站不稳。好，你就站着漂亮就好了。有没有漂亮，观众？有没有漂亮？因为我帮她化妆，她就可以变成我的 drag daughter， 我的变装皇后女儿。哎，真的哎，哇！哇，这个我真的不行可是哎。你看我为这个直播多用心，他就穿着这样哦，我就长这样哦。这也是我机车也是黄色，所以就是我就是穿着全身的黄在那边。我要迟到了，我要迟到了。